只习惯用微笑武装。到底要再受多少伤，考验我的坚强？徘徊是非两端，爱恨中找答案。就算还是少了陪伴，至少我还有孤单。放下了遗憾，成就下个美满，不怕孤单，再困难我也有勇气去承担。放下了不安，我要继续往前闯，失去过才能打开人生另一扇窗。打开人生另一扇窗。这位就是专门抓通奸犯而闻名的黄桂发先生，也是被我本人所委托。他的任务呢，就是在过去几个星期内紧盯着本案原告，也就是汤美琪女士。黄桂发先生，麻烦你把过去几个星期的发现简短的跟我们做个报告，好不好？好的，这位汤美琪女士没有工作，目前住在娘家。除了待在家，她最常到的地方就是她律师所属的 M&E 律师事务所。那除了在律师事务所以外，他们私底下有没有经常见面呢？有，他们这几天都一起进出医院，还有一晚，汤女士跟律师去喝酒，最后喝醉了，还在律师家待到凌晨才离开，有照片为证。所以你专业的角度来判断，你认为两个人的关系如何呢？应该不是一般的关系。反对，法官大人，证人所说的不过是他个人的主观判断，而武律师的引导，很明显是在企图扭曲法官大人对我当事人的观感。同样，身为律师，我就从来不曾也不会接待委托人回家过夜。难道李律师敢说这么做是正常的？我跟我的当事人是朋友，但没有任何私情。倒是你一再断章取义。严律师，你和你的当事人私下是什么关系？我没有兴趣知道。但是有一点我想了解的，最近你的当事人频密的上医院的原因是什么？法官大人，我当事人的女儿由于身体不适入院，她去探望女儿。法官大人，这一点嘛，我正想要告诉您，我手上的这份入院记录很清楚地显示，我当事人宝贝女儿简佳琴已经不是第一次因为母亲的疏忽而入院。一个喝得烂醉、随便在男性朋友家过夜的母亲，连自理能力都没有，试问还有什么能力可以照顾好他们的女儿呢？法官大人，如你所见，在2015年12月28日，我的当事人的女儿简佳琴因为食物过敏发作而入院。当时我的当事人仍就在香港争取一个教育额高达8位数字的合作项目。这位全职的太太，也就是汤美琪女士，理应要扮演好其监护人的角色，照顾好他们的女儿。可是很不幸的是，在女儿病发的时候，汤美琪女士竟然彻夜不归。刚好那天司机请假，所以没有人知道汤美琪女士的下落。家里只剩下一个无助的管家，以及当时9岁大的简佳琴。管家在无计可施的情况之下，只好打电话到医院，招了救护车把简佳琴送往医院。我相信法官大人应该很清楚，食物过敏可大可小，一旦施救将会生命危险。我的当事人当时努力在外工作，就希望可以让汤美琪女士衣食无忧，在家里有管家伺候，出入有司机接送。对她唯一的要求就是把孩子带好。我真的很好奇，汤美琪女士，到底当天发生了什么重要的事情，让你可以将自己的亲生女儿置之不顾呢？既然汤美琪女士不肯回答，或许连律师，你可以代她回答。我应该这么问：请问连律师，在2015年12月28号，你人在哪呢？吴律师，你搞错了吧？我不是你的证人，可以不需要回答你的问题。没关系，或许我可以带2位回答。在2015年圣诞前夕，也就是连安生律师回国日子，
相隔4天，也就是28号的晚上，你们2个根本就是在一起，对不对？法官大人，汤女士，请你回答。我和连律师是在不久前的朋友聚会上碰面的。之前我根本不知道连律师已经回国。既然汤美琪女士口口声声说没有跟连安生律师在一起，那我想请问你，在28号的晚上，你究竟去了哪里？跟什么人？做了什么事？这是我的个人隐私，我有权不回答你的问题。法官大人，这么关键性的问题，汤美琪女士选择不回答，这很明显可见，汤美琪女士在早半年前已经和连安生律师取得联系，而且还曾经到过对方的家过夜，可见2个人的关系是非比寻常的。如果硬说我的当事人出轨，那也是因为他知道他深爱太太违背婚约在先，心灰意冷之下寻求精神上的寄托，以另一段感情来疗伤。法官大人，刚才我已经声明了，我和我的当事人只是朋友关系，而他也交代了28号晚上我们根本没有见面。如果真的如你所说，那为什么你的当事人宁愿隐瞒事实，也不肯证明你们是清白的呢？就算是全职太太，汤女士拥有个人的社交活动是正常的，只是不巧的是，碰到了突发事件却不能第一时间赶到医院。但你不能因为这样就断定她不是一位称职的母亲。既然连安生律师想撇清一切，那我只好再拿出其他的证据了。我还能做些什么？他说的对，我根本不是一个好妈妈，我不是一个贤妻良母，凭什么责怪君豪？无论你做什么，你第一个考虑的就是你的女儿，你怎么会不是一个好妈妈呢？干脆把抚养权给君豪算了，他至少有钱啊。Olive 跟我有什么用啊？我连 Olive 在想什么我都不知道。我相信不用我说，大家应该听得出来，说这番话的人是谁了吧？放心吧，我们不会输的。可是刚才赵法官的表情已经说明了一切。其实想要重新占据上风，并不是没有办法，只要你愿意说实话。那天晚上到底发生了什么事啊？梅琪，你一定要信任我。作为你的代表律师，我有权利和义务知道跟这件案子有关的事情。至于要不要在庭上公开，我们还可以再商量的。我有点累，先回去了。其实对于离婚这件事，你本来就有很大的优势，为什么不要好好利用？我不想这件事情影响到 Olive， 毕竟那个男人是他的父亲。安生啊，你不要理我的 case 了。为什么？这个 case 本来就吃力不讨好，我不想麻烦你。我可以找其他律师的。在28号的晚上，你究竟去了哪里？跟什么人？做了什么事？这是我的个人隐私，我有权不回答你的问题。你刚出院，为什么不多睡一会儿啊？我不要。你快进去休息，我可不要再送你进医院了。你都把所有对我有敏感的食物都拿走了，我还怕什么？可是你身体还很虚弱啊。你这个古董嗡嗡嗡的这么大声，回房里我也睡不着啊。睡不着，那就去温习功课吧。还有啊，我收的那些食物你千万不要碰啊，就放在那里。
妈咪，回来了，判了吗 ？Olive， 听话，妈咪有点累，休息一下。哦。小姐，我看你喝醉了。你这样的喝法很容易出事的。不会有什么事啊？你先生放心让你一个人在这里喝酒啊？他现在跟谁在一起，跟哪个女人搭讪，我都不知道。我只知道那个女人肯定比我年轻漂亮。既然你也认定他在外面逍遥快活，你应该活得比他更快乐才对啊！你知道吗？这个世界上，男人最讨厌的一种动物，叫做怨妇。怨妇。懂得让自己更快乐的女人，才更具有吸引力。我觉得你应该对自己好一点，好好的享受这个世界。怎么了？官司输了 ，Olive 判给他爸爸了。你也觉得我一定会输掉这场官司吗？你也觉得我不是一个好妈妈，注定会把抚养权交给他爸爸吗？那你觉得你已经做得够好了是吗？回到家也不关心女儿一下，就自己跑到房间里来生闷气。你有没有顾虑到她的感受啊？如果你觉得把奥利带在身边很麻烦的话，那就不要浪费时间了，直接跟法官说，把他判给他爸爸算了。不行，我不能把 Olive 交给他爸爸。那就麻烦你整理一下你的情绪。你现在这个样子，让他看到了，他会怎么想？我的确是一个差劲的妈妈，对吗？你觉得你差劲的话，那就从这一刻开始，好好的学习怎么当个好妈妈吧。阿福啊，要回公司去 M&E。是老板。那就这么决定。Mr. Koo， 景先生，不会打扰你们开会吧？啊，不会，你们先出去吧。怎么又过来，也不让我们知道。我今天是以中华地产副总裁的身份过来的，我要跟你们终止合作，这是结业书。怎么这么突然啊？来，先请坐，我们慢慢聊。艾文，你放心，违约金我一分也不会少给你的。我已经委派另一家的事务所的律师，到时他们跟你们联系的。简先生，是不是因为我们负责的一个案子让你觉得不舒服？你们不是到现在还没发觉吧？如果是因为这件事破坏了我们一直以来的良好关系，我愿意向你道歉。抱歉，也要看你们的诚意啊。你想要我们怎么做 ？Edward， 你是聪明人，你应该知道我要的是什么吧？你是要袁律师放弃手头上的官司？我不想看到这个人在 M&E。哇，看来还真的有点棘手。来得正好，我们正在讨论一个案子。刚才我碰到简君豪了。简氏集团决定终止跟我们的合作。那你们打算怎么做？你认为我们会怎么做？如果你们改变主意了，不妨告诉我，辞职信还在我的抽屉里。
所以你认为我们会是那种为了钱不讲原则的老板？我不是这个意思。那就好啊，因为我们 M&E 说话算话，说要留你就是要留你啊。谢谢。哎，先别谢，我跟米歇尔已经商量好了，今天 M&E 所蒙受的损失都是因你而起，所以一切由你来承担。你们扣我薪水吧。不对，从今天开始，你不再是我们的员工，而是我们的资产，所以你跟影印机没两样，全年无休。明白，我一定会扮好影印机的角色，不卡纸，不褪色。这是你说的。啊，钥匙。姚先生的案子，连律师，这是你证明自己价值的时候了。姚先生你好，我是 M&E 委派来为你辩护的律师连安生，这位是我的助理蒋中仁。这场官司你们要怎么打？首先，我需要了解你跟你太太的关系。我和他的关系怎样并不重要，你们只需要搞清楚，我绝对不可能找人去泼自己太太枪水，是那些警察在诬赖我。姚先生 ，Stop！ 你们现在要做的事，就是先把我保释出去。我还有很多事情要忙，在这里多1分钟我都待不下去。我了解。你不了解，让我提醒你，我是姚氏集团的总裁。如果你们能够帮我摆脱这场官司，以后你们 M&E 的好处多的是，明白吗？我会尽力而为。我们正在考虑把姚振涛的案子改为企图谋杀。什么？企图谋杀？我反复研究过他的案子之后，觉得比我们原本想象的还要严重，所以才会有这样子的改变。温律师，警方提交的证据我已经看过了，就连原本的伤人罪都有点牵强，更不用说是企图谋杀，会不会太小题大做了一点？知道太太在外面跟其他友人有亲密的接触，所以就公然跑去殴打对方，因嫉妒而成恨，这自然就成为合理的杀人动机啊。在我看来，这点并不足以说明什么。如果你看到是爱泽在加护病房的样子，你应该就不会这么认为了。还有一件事我想告诉你，请说。请你打消保释姚振涛的念头。为什么？在警方逮捕他的前一天，他订了一张前往巴拿马的单程机票。我认为他有企图潜逃的意念，所以不准他保释在外。温律师，姚氏集团的业务遍布全世界16个国家，作为集团总裁，他随时有可能出国巡视业务。如果就这样说他潜逃，对我的当事人有欠公允。我只是按证据做事，如果你想要客观看待的话，请你跟法官说。不过我还是奉劝你，不要浪费时间，还是花多点心思再找寻其他的证据，那应该会比较实际。看来我们大老板这次真的给了我们很大的难题了，案子已经够棘手了，再加上这个铁面检察官，这次我们的日子真的难过了。要不然你以为他们会这么轻易放过我？可是这小小的离婚案，需要这么牺牲吗？案子无分大小，哪一件我不是全力以赴？你何止全力以赴啊，你简直就是赴汤蹈火啊！废话少说，帮我去查姚振涛夫妇的底细，事无巨细，统统整理好，下班之前放到我桌上。什么？下班之前？这半天时间呢？探听人家隐私，你不是最拿手的吗？肯定难不倒你的。可是今晚我约人呢，安生。这么多啊！解决好的花边新闻都快要厚过你们的法律书了，亏你还忍他那么久。其实我一早就觉得这个男人有问题了，所以这些年来我在收集但凡跟他有关的八卦消息，觉得你们迟早都用得上的。事实证明，我的预感是对的。你有多想看到我离婚啊？表姐，不要这么说嘛！我在这行那么久了，是真是假，难道我分不出吗？你看这个，2008年5月31日，富二代游艇开轰趴庆祝30岁生日，30位当红女模上了船，当晚就29个下船，还有一个就跟简居豪留在游艇上，直到第2天才离开。
还有这个2009年。莎莎，资料交给我吧，我回去仔细研究。尽管拿去吧，也不用再还给我了。等到官司正式结束后，就替我拿去黑手。谢谢。大姐，不跟你说了，我要去开会了。谢谢你啊，莎莎。不用谢啊。我帮你吧。这些交给我，你回去多陪陪你女儿。可是你一个人怎么可能看完这些资料？放心吧，众人很喜欢看这些花边新闻，而且他也不敢拒绝我。毕竟是我的案子，我应该出一份力。这些都是你前夫背着你做的丑事，你确定受得了？都走到这一步了，还有什么不能接受的？更烦恼的是，有这么多资料，我们应该从哪里开始找？既然武家明在庭上一口咬定是你先出轨，那我们就以其人之道还治其人之身。从去年12月28日前，他所交往过的对象开始找。没错，虽然我们无法消除法官对你的怀疑，但我们可以去证明简君豪才是这段关系中最先出轨的人。安生，对不起啊。怎么突然跟我说对不起啊？要不是因为我不肯公开隐私，你也不需要费尽心思的找证据。其实每个人都有自己不想别人触碰的秘密，我理解。放心好了，你不说的话，我不会逼你的。走吧。你醒了啊？不好意思啊，我竟然睡着了。没关系，累的话再睡一下吧。不用了。你找到了什么？你们是06年结的婚，这些资料都是从08年开始的。我刚刚上网查了一下，简君豪在08年之前没有任何绯闻。俊豪那时候跟现在很不一样，他不应酬，也不在外留宿。那时你们的关系应该很好吧？那时候，Olive 还是个宝宝，他也很疼 Olive。不过有一天，Olive 哭得很厉害，俊豪觉得很烦，就在酒店住了1晚。过后，他就经常在外留宿了。我们可以着手于他08年到16年之间的新闻。这些毕竟是八卦新闻，可信度也在上去了。我相信很多是记者捕风捉影，或者是道听途说。像他对 Ella 这样认真的，应该没几个。你不用安慰我了，我对这个男人是彻底死心。他出轨1次或10次都并不重要。继续吧。你看13年和14年的新闻。她叫杨紫梅，是个模特。从13年底到14年中，记者不止1次拍到他们一起吃饭，甚至出国。可是这样的新闻持续了不到1年。我相信他们是在2014年中分手的。如果杨紫梅愿意出庭证明她跟简君豪之间的关系，那我们的胜算就会大大提高。杨紫梅。可惜当时他刚入行，没有什么知名度，之后也没有作品。我在网上找不到任何与他有关的资料和联络方式。他只是娱乐圈的一个过客，应该没有人记得他。我知道一个人，肯定记得他。我不认识。阿福，我知道你很为难。你不想出卖君豪，你这样做随时也会丢了工作。可是我真的很需要你的帮忙。可是我真的很为难啊。
照片里的司机是你，你不可能不记得的。太太，我答应过老板，他的事我绝对不会跟任何人提起的。阿福，其实你老板的为人怎样，你最清楚。他现在为了要赢得官司，不断的诋毁美琪，什么话都说得出口。你想想看，如果他真的拿到抚养权，你觉得他能够好好照顾奥利弗吗？阿福，我只是想跟 Olive 平平凡凡的过生活，我不能失去他。你帮我追一次好吗？他的地址我已经发给你了。谢谢你，阿福。我能做的就是这么多，太太。我真心希望你和奥利以后会过得更好。我欠你的，将来有机会，我一定会还。你和奥利一定要保重。我先走了。这里。你们是谁啊？你好，我们找杨子梅小姐。找我女儿，找她什么事？我是律师，这里是我的名片。最近我们在打一场官司，我想跟你女儿谈一谈。你们回去吧。哎，杨先生，我知道你女儿可能跟我的老公有一段感情，我真的很需要她的帮忙出庭作证。你就是解决他的老婆，这种不光彩的事情有什么好说的？我帮不了你们。你不愿意帮我们，是不是因为收了简俊豪的钱？谁稀罕他的钱？就算穷死，也不会再要那个混蛋的钱。要不是他，子梅也不会这么傻，跑去自杀。法官大人，我方已经找到了新的证人，请允许我传召杨昭荣先生上庭作证，他会证明简俊豪根本就不是第一次出轨。我反对。原告人首先选择隐瞒关键性的真相，现在找了其他人证明一些不存在的事实，我绝对有理由相信原告人的律师根本在找借口拖延时间。吴律师，首先我不会占用太多时间，其次你不妨先听听证人说些什么，再来判定他到底说的是不是不存在的事实。我的当事人是一个日理万机的成功生意人，这场官司继续拖下去，对我的当事人来说十分不公平。法官大人，辩方律师。根据我的观察，经常拖延案件审讯的人好像是你。我批准传召证人上庭。杨先生，请你先做个自我介绍。我叫杨昭荣，今年53岁，是名80司机。请问你的家庭状况怎么样？我老婆在我女儿4岁的时候就死了，是我自己把女儿带大的。请问照片中的女子是不是你的女儿杨子梅？是。她认不认识简俊豪？认识。怎么认识的？我女儿以前在车展当车模的时候，通过车行的老板介绍认识了简俊豪。那认识之后，他们有没有经常联系？不常，都是简俊豪主动联络子梅。子梅知道他是有夫之妇，所以都不敢对他存有幻想。那之后他们的关系有了怎么样的变化？后来，子梅在演艺圈的发展不顺，2年前决定安然分分地当一个打工族。后来，在地产公司找到一份文员的工作，又碰见了简俊豪，还被他追求。那他有没有接受简俊豪的追求？有。那他为什么会突然改变主意，接受对方的追求？我女儿才20出头，人家说什么甜言蜜语她都信。简俊豪简直是衣冠禽兽，骗她说会离婚，姊妹就傻傻的什么都给了他了，
结果还不到1年，他就玩腻了，一脚把他踢开了。请问之后发生了什么事？我女儿接受不了事实，天天躲在家里哭。有一天我下班回到家，发现那个傻丫头，她想不开，给我买自杀了。我发现她的时候，她的身体已经是冷冰冰的了。法官大人，事发之后，简君豪会定期送钱给杨先生，作为补偿，同时充当封口费。杨先生，这件事情你隐瞒了这么多年，为什么要在这个时候揭露？都是我不好，我对不起紫梅，让她受这种委屈。这2年来，我衣食无忧，但我无时无刻都在想念她。没有她，我还要这些钱来干什么？一开始，我以为简君豪这个臭小子会对紫梅有情有义，谁知道，原来他搞我女儿还不够，还在外面搞3搞4。现在我终于看清楚了，就算我做一辈子苦力，我也要把钱凑够了还给他，1分钱都不要他的。简君豪简直是衣冠禽兽，斯文败类。在想什么？想得这么入神？我在想，为了打赢这场官司，我们应不应该这么做？你指的是请杨昭荣出庭作证的事？为了帮我，他再次揭开之前的伤口，要面对失去女儿的痛苦。我明白你的感受，但我觉得这是他必须面对的一件事。其实他每收简君豪1次钱，就会提醒自己，女儿是因为被别人辜负，才会走上绝路的。其实作为律师，只要能帮我的当事人打赢官司，无论是证人也好，证据也罢，没有该不该呈上的问题，只在于有没有必要。其实刚才在法庭上，要不是杨昭荣声泪俱下地讲出女儿的经历，你觉得法官能够看清楚简君豪的真面目吗？可是，如果我们的胜利是建立在别人的痛苦上，那我们跟武家明又有什么分别？至少我有底线，就算再想赢官司，也不会轻易跨越自己的底线。但是为了这个案子，只要有必要，我可以走得更远。你不赞同我这么做吗？不是，我只是在想，你为什么这么信任我？我对你的确有隐瞒。难道你没有想过，我可能跟君豪一样，做过背叛这段婚姻的事吗？我认识的汤美琪绝对不是这样的人，你做事很有原则，也一定有自己的底线，绝对不会轻易跨越的。放心吧，今晚的事没有人会知道的。哎 ，Olive， 妈咪 ，Olive， 这么晚了，怎么还不睡啊？来，别玩了。哎，妈咪，那份礼物是送给 Daddy 的。
不是。不是，下个星期六就是 Daddy 的生日，这份礼物应该是送给他的吧 ？Olive， 你还记得 Daddy 的生日啊？当然，难道妈咪不记得了？那你记不记得妈咪的生日？当然记得啊，就是5月18号。妈咪，那今年我们是不是就不跟 Daddy 一起庆祝了？那我的生日呢 ？Olive， 你的生日想跟谁庆祝？你自己做主。嗯。很晚了，睡吧。嗯。这是什么意思啊？物归原主。10年前你把它给抢走，现在还给我还有意义吗？如果你觉得没有意义的话，可以自己拿去丢掉。我不明白，这个时候你把它交还给我，你想我怎么样？当时你才几岁，很多事情都搞不清楚，所以我暂时帮你说着。现在你都已经长大了，我就应该把它还给你，让你自己处理啊。都隔了10年了，你要我怎么处理啊？那是你自己的事，应该问你自己，干嘛要问我啊？好，如果现在我教你怎么做，你会听吗？喂，喂，安生啊，这么晚了，你是不是已经睡了？还没，怎么了？哦，我只想找人聊聊天。美琪啊，对于明天的判决我很有信心，你不要想太多，早点睡吧。明天过后你就重获自由了。这次多亏你了。没关系，明天见。晚安。晚安。你醒了？是不是那个曾经让你心血的学妹打来的？她明天就判了，所以有点担心，没别的。这世界上不会有一个女人看到自己的男人半夜接另外一个女人的电话，还是无动于衷的。我跟他已经过了那个台面了，你不要想太多，早点睡吧。对本席而言，婚姻并不是耶稣，而是等同于神圣且不容侵犯的法律。很遗憾的，本案双方皆无法履行婚前彼此之间所做出的承诺。而让我感到最反感的是，在整个审讯的过程当中，双方为了各自的利益而做出一些伤害对方的行为，这不仅让我怀疑
当初两人所许下的盟约，是否真的是为了爱情、感情，还是另有所图？毫无疑问，被告简君豪家世显赫，衣食无忧，还有一定的社会地位，但是人格实在令人不敢恭维。拥有宽裕的经济条件，却不愿意履行责任，并且还想逃避支付赡养费的责任，行为极为可耻。本席宣判被告简君豪必须支付赡养费给原告汤美琪，为数目有待研究，日后定夺。至于孩子的抚养权，坦白说，看了这一对为人父母在庭上的表现之后，我很失望。所以到今天，我都无法判断到底谁才是最合适的监护人。所以本席建议邀当事人简家琴择日出庭，我将当面征询他的意见，再做定夺。喂 ，Olive， 莎莎阿姨，你现在马上下来，我带你去吃午餐。现在？我刚刚放学哦。总之，你马上下来吧，我在楼下等你。哦。我跟他说了，可是他没说肯不肯，也没说会不会跟法官说要选择你。你放心吧，我再试试。Olive， 牛奶来了，你的鸡蛋仔要再等一下最好了。Olive， 莎莎一知道刚刚所说的一切让你很为难，但这个时候你妈咪最需要你的帮忙了，要不然的话你就不能跟她住在一起了。我又没有说要跟妈咪一起住。为什么？妈咪平时对你那么好，你不想跟她住？难道你想要跟你的坏爹爹一起住？他迟早就会带那个后母回家，到时候你就惨了。莎莎阿姨知道你很懂事的，你一定知道谁才是对你最好的，对不对 ？Olive， 你再想想，你爹爹平时怎么冷落你，还有他对你妈咪多坏，你知道吗？他不止伤了你妈咪的心，他做了对不起他的事。Olive， 如果法官叔叔把你判给你的坏爹爹的话，妈咪一定会很伤心的。你一定不想要看你妈咪伤心的，对不对？我知道了，阿姨，你不是要去拿鸡蛋仔了吗？我肚子饿了。哦，对哦，我先拿给你。我是不会让 Olive 上庭的。我明白，但法官的意愿我们不能违背。其实简君豪经常出国，你跟女儿的关系肯定远远好过他跟女儿的，要对自己有信心。我不是对自己没有信心，只是 Olive 的年纪这么小，我不想她承担这样的压力，更何况她还要在陌生人的面前做出这么重大的选择。汤美琪，你要离婚，你给我滚！现在把我们女儿扯进来，你开心了吗？这是法官的决定，你以为我想的吗？如果你不跟我争，女儿事情就不会发生。你明知道你不可以给她最好的，为什么跟我争啊？我讲叫女儿是不可以挨苦的。Olive 跟你就会开心吗？当然。简先生，没有必要在这里吵，让法官知道了有损你形象。法官这次的决定未必对我们没有利，我反而更有信心我们会赢的。Olive 不见了。每一次失落后，谁来问候？失去才知道今生的所有。每一次彷徨是谁的眼眸？坚定的眼神，相信着我不会保留。一路崎岖不退缩，再多挑战不放手，要勇敢往前走。